老妹，走，去医院接小转。好。哎，那小白呢？他先去医院了。好。老大，有你一快件，贝氏来的。贝氏。嗯。许慕华。走吧。嗯。哎，哪儿去？跟着来吧。 哎呀，小传这孩子怎么这么磨叽呀？出个院跟懒驴上磨似的。哎，同志们，战友们！嘿嘿嘿，瞧瞧瞧瞧，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让我看看，好利索没有？啊，身上零件没少吧？终于出院了，你这个臭小子！不错不错，行了，这回有力量打怪兽了吧？老大，我现在变得更强了。 我天天在这个医院打青霉素、黄霉素、清大霉素的，我现在全身充满了力量。哎呦，老大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一次我肯定把那个 R 给打败。嘚瑟是吧？刚出院就吹牛，你好拳没有啊？好了，走吧，去吃饭。好，走走。谢谢韩人。嘿嘿。 多吃点儿。我吃这个。对喽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还吃啊？住个院脸都圆成什么样了？你看，你。我脸还圆呀？你多吃点。你瞧，冷面哥对我多好，真是的。最近啊，全城开始搜捕，结果那3个人却悄无声息，都说暴风雨前的宁静最危险。都这时候，你还有心情欺负他？就是。我们得多吃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战斗。来。 冷面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就是无趣。谁说我欺负小转了？我们俩好着呢，是吧，转儿？哎呦，别碰我，就别碰我！我真是听不下去了。你们这群好基友慢慢聊吧，我不吃了，我出去消消食，慢慢吃。啊，不吃了？吃这么少，白白？菜挺好的呀，还这么多呢。你多吃点。你也不吃了，韩神？好，我喜欢吃这个。哎，往里。干嘛？姐，往里坐。烦死了，你就烦死。 为什么每天都带着这个？你觉得呢？我手痒啊。那我哪知道？反正有的人有，有的人又没有。我给你个东西。好啊。你觉得是什么呀？这么高兴？还能是什么？拿来吧。 你刚才觉得的那个，是哪个？你讨不讨厌啊？明知故问。我是不会求婚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。我以前就求过了，而且你也答应了，就等以后直接领证了，我缺心眼吗？
再求一次。是稀罕。2010年10月9日，我收到公安部邀请，加入最新一系列连环杀人案调查组。犯罪分子的手法十分特别，我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对他们进行侧写。2010年10月12日，又有一起案件发生了，凶手的作案手法相比上次有进步了。我已经有点眉目了，希望可以早日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挽救更多无辜的生命。我与我最得力的弟子一起做出了其中几个人的画像，但他们不是普通的连环杀手，他们是有组织性的或计划性的悍匪。3月28号，那不是上次跟字幕团大战的前1个月吗？以前国内从未出现这样团队性质的连环杀手，国外即使有，也绝不会像他们这样训练有素，能力素质优秀。我已经做了10多张画像，却没有抓住这几个人。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的思路错了？如果他们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团队，我要画的到底是几个人？到底是谁？要画的到底是几个人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几个人？到底是谁？我明白了，要画的不是几个人，不是 A， 不是 T， 不是 R， 不是字幕团的任何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我昨天晚上看了一晚上许教授留下来的笔记，他生前一直在疑惑字幕团的画像。他说：“我要画的到底是几个人？到底是谁？”我现在终于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。其实我要做的这个罪犯的侧写，并不是3个人，是1个人。准确的说，是一个组织的画像。什么一个组织的画像？对啊，小白，不是你说这个，我都有点糊涂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许南波死前说的那句话？我的生命早已结束，直到遇到他，才开始真正的燃烧。其实整个字母团所有的人体现的就是1个人的气质，1个人的灵魂。所以我要做的这个组织画像，其实就是等于要做出那1个人的画像。你说的这个人就是……没错，就是所有字母团的人都在围绕着的 S。我现在决定大胆地推测出字母团的第1条共同特征：他们都曾经遭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，而且这些创伤都是来自于家庭。首先 ，T， 他的真名叫谢露。我们调查过他的家庭背景，他的父亲早逝，母亲带着他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。可是这个继父对他跟母亲都非常不好，动不动就又打又骂。后来在T 10岁的时候，母亲因病过世，就剩下了他跟继父一起生活。再后来，他的继父在一场大火里意外身亡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T 的童年非常不幸，他一直生活在家庭的暴力阴影下。还有 A 的真名叫夏君爱，他同样也是生活在一个比较贫苦的家庭里。父亲呢，因为是惯偷，被人给活活打死；母亲也是很早就过世了。这对于还是孩子的他来说，确实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。至于 L， 我们目前其实还不太清楚他的身份，但是基于我之前对他的画像，他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压抑的家庭环境里，所以造成了他的心理扭曲。然后就是辛佳，辛佳呢，看上去家庭是很幸福的，可是他死前也跟韩琛说，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光鲜。
很多人过得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快乐，是他们发现了我，救赎了我。你说一个千金小姐，她工作的环境也算是象牙塔的顶端了，除了家庭，还有什么会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小白说的有道理啊，这些人真的是全部都受过家庭伤害。但是白白，你总结这些有什么作用呢？总结出这些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规律。S 挑选成员的规律。没错。还有许南博，他也是一个家庭关系比较淡薄的人，他得不到父亲的认可。现在，除了 R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以外，字母团的6个人有5个成员都有这样的特征，那说明 S 对这一执念是非常深的。或许，这就是导致他变态的真正原因。所以现在，我要大胆的给 S 做出第1条侧写。S 曾经遭受过非常严重的家庭伤害。同意。这样就想耍到我？还有第2条画像，他应该是我们警务系统里的工作人员，或者是从事相关专业的。就即使不是，那也一定是在这个系统里面曾经学习过的。他还是我们半个同行啊。哎，那也说不定啊。我看这个字母团的犯案手法，明显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。S 对其他成员的控制，不是靠武力、威胁，他非常重视精神的控制。这也是字母团犯案严密，很难被我们警方侦破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每一个杀手，他们作案的手法都不一样，其中会涉及到痕迹鉴定、地理学、犯罪心理学、刑侦，还有法医学等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。如果 S 他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，他怎么让这一群各有所长的人来替他卖命呢？就好比这个家伙，如果他是个外行，你们愿意听他的吗？哼。S 让一群各有所长的人为自己卖命，还让这一群人非常满足于这种状态。所以我认为 S， 他除了掌握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，还非常懂犯罪心理学。难道这就是许南博提到过真正开始燃烧的含义？我想是，士为知己者死嘛。你想，许南博那种个性偏执的人，父亲都不认可自己，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赞同他的观点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一定是死心塌地的为这个人卖命啊！我之所以说 S， 他在这个系统里学习过，是因为我们国家对警务系统和这些知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。如果是系统外的人，想要通过自学找资料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可是 S， 他完全熟悉这一切。他除了是内行，我找不到其他的解释。许南博也满足你说的这2个条件，会不会是他起到这个作用？
许南博确实也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比起 S， 我觉得他身上好像缺少那种让人愿意去为他卖命的蛊惑力。他自以为是，他会以一种俯视的心态去看待那些跟他意见不同的人。我不觉得这样的人有能力去领导字母团。哎，你们看啊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就是说这个人呢，他不一定是我们警务系统里的人，但他是一个犯罪老手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被警察抓住，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警务系统。也不太可能。根据我对 S 的画像，我判断他当年的年龄，其实也就是在20到30岁之间。那么年轻？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们已知的字母团成员里面，他们的年纪都不大，特别是 T 跟 A， 当年犯案的时候可能还不到20岁。如果 S 跟他们的年纪差距很大，在这个组织里又是一个领袖的身份，那所有这些经受过家庭创伤的人，就会把他当成是一种父亲的存在感。可是我们跟许南博的对话，还有从 A 的诗歌里面来看，他们对 S 体现出来的那种感情，不是依赖，而是一种仰慕。所以我判断 S 跟他们的年龄差不会太大，甚至于就是同龄人。而且当年字母团，他们突然崛起，突然爆发，公然挑衅警方，再到后来的血战、没落，这一切虽然看起来计划得非常非常周密，但是你仔细去推敲每一个决定，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个人主义意气用事。哎，小白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？这个 S 是位女性。女性的犯罪特征跟男性其实相差是很大的，可是，在整个字母团的行为里面，没有一点女性的特征，所以我觉得不可能。最后，我还能做出3点侧写。第一，这个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专长，他们专注于专业知识，可以对那些心理变态者、情绪波动起到暂时的稳定和安抚作用。S 也一样，他有自己擅长的专业知识，并且他就可能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掩护。第二，能让那么多人信服他，而且忠诚度还相当高，他又能设计出非常精湛的作案手法，这说明 S 博学，有很强的个人魅力。最后，他能把这些人聚集到一起，并加以培训，这就说明他有很强的财力保障。这就是我现在暂时对 S 的侧写，觉得怎么样？太棒了！棒棒的，嘿嘿。那我也来做一个画像吧。你还记得 T 之前犯案的规律吗？第一，做饵。他狙杀了名单上的这些人，让警方误以为他的目的就是惩罚这些人，但这只是他的目的之一，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第二，他比较善于利用舆论，他靠之前的这个饵，让他后面的所有犯罪都受到了媒体还有舆论最高的关注，轻松让他最后的这起大案子也受到了最高的关注。第三，他很善于掌控时间，锦溪刚才说过这一点，是基于对我们警务系统的了解，对于我，对于锦溪的了解。当时进山在参加 CS 比赛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查出了他的住所、他的车辆，马上就要查出他到底是谁的时候，他却利用了这个短暂的时间差，在2天之内完成了犯罪。想要完成这些，肯定是基于前期做了充分的策划。第四，他的最终目的隐藏得很深，根本就没有露出任何的端倪，直到最后一刻才大白于天下。而这个时候 ，T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动作，大局已定。没错，好像新家也是这样。对，
但是新家的策划能力还有演技都不如 T， 所以会提前暴露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A、R、L 都有可能是这种风格，这是字幕团一贯的作案风格。那他们现在这3个人所做的一切，爆炸、雕像、绑架小传和徐医生，这都只是饵，而我们都以为他要和我们黑盾组来决战，为死去的同伴报仇。其实，这只是他们的目的之一，却不是他们最真实和最主要的目的。没错，他们现在还没有利用舆论，没有去掌控时间，他们后面肯定还有一个更大的案子要做，那个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。警方发布我的通缉后，我觉得我的潜入可能出了点问题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把对方电脑黑了，我知道他们 HR 开始怀疑你。不过你放心，这部分内容已经被我无痕的调化了。你现在不过是跟通缉令上的人长得很像而已，身份背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要不是我，你早被 HR 和警局核查了。不愧是 R 啊，厉害！这要是让 L 看见了，又得发狂了。你说我们要不要找个机会换个地方啊？没必要吧？是没必要。二，你说，以我姐家韩晨的智商，有没有可能猜到我们真正的目的？就算他们猜到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所有的设想都逃不过 S 的预判。我知道。其实我觉得这次跟上次太像了。哪里像了？我们这次一定会赢的。你是在质疑 S 吗？你说我什么都行，我怎么会质疑 S 呢？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保证计划能够顺利进行，不是吗？拭目以待吧。老张，抱歉。哎呀，子长啊，来晚了，把酒三杯。来，走。来，给子成哥买账，你们走一个。哎呀，我们刚才还说后天慈善晚会的事儿呢。这次咱们公司啊签了个大单子，公司包了一个游艇给咱们开慈善晚会，到时候记得别迟到啊。你放心，下次一定准时到。好，来，一起干杯，干杯！他人呢？是不是舍不得把他带过来？对，舍不得。为什么要缠着韩真不放？小师妹，你还记得那句话吗？我的人生早已经结束，直到遇到他，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燃烧。苏明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久别重逢，你就这么对我的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呢，就不要和我装了。你这个表情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肯定有事儿。快说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在江城的时候，经常会做噩梦？我记得啊，有几次你突然惊醒的时候，我还在你身边呢。
在我的梦里，有一个男人一直在追我，我觉得那个人特别熟悉。我现在很怕，他是 S。小白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事情都是 S 一手策划的？5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，我到现在还是记不起来。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，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就是我。A 直接把信给了我，他们的宣战视频也是发给我的。他们绑架了你跟老徐，要我在你们2个人当中做选择。所有的一切都证明，他们的目标就是我。而我想，那次绑架事件，他们想杀的人不是你，而是老徐。你说这些变态的心理，我真搞不懂。那3个家伙搞出那么多事情，难道就是想把你抓过去，给 S 当压寨夫人？我觉得他们这么做，是为了给我传达一个信息。他们想回到所有我最在乎的东西，我所坚持的正义也好，我身边在乎、想关心的人也好，都是他们想毁掉的。他们不停地杀人，就是想证明罪恶可以凌驾在正义之上。他们绑架你跟老徐，就是为了想让我害怕。他们想毁掉所有到目前为止能支撑我活下去的东西，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最后只能选择被他们收容。他们想都别想！我跟你说，小白，你记住，你永远是我们的。我老大唠叨冷面，一直会保护你的，和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但是小白，你说这一切会不会是 S 一手策划的？有这个可能啊，他很可能就像5年前的案子一样，自己不出面作案，可是就躲在他们背后。你想啊，这就很奇怪啊！你看啊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从来没有露面过 ，S 也没对你下手过，那他为什么又重新出来找你，然后对你……好了，不说了啊！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件事。也许是我现在没有按照他们安排的生活下去，也许是因为他们中又有3个人因为我而死，更有可能是因为我跟韩晨又走到了一起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场仗是要来了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，你别跟韩晨说，我不想他担心。嗯，忙去吧。小白，反正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。
小传还是跟你说了，这个大嘴巴，你。可是我会怪我自己。27岁的韩琛不会再弄丢你了。只要有我在，你什么都别怕。我一。走，里边的滚过去。外面有人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说你也是，报账。警察同志，我要报案。哦，你要报什么案？你的钱包给丢了。哦，什么时候丢的？今天早上，在地铁上丢的。我要报案。是紧急事件吗？不是。好，那麻烦您去那边等一会儿吧，今天事情有点多。警察同志，你赶紧给我办理啊，我还有急事儿呢。好，您先别着急啊。怎么没有了？怎么没有了？你给他买的不是包是什么？银行卡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建议您先到银行把钱。没报案的呀？等着，正吵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吵完，一时半会儿轮不到咱们。哎，你说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？我都来20分钟了，前面那对夫妻还没吵完呢，真是。哎，你说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那袋子里什么东西冒烟了？走，快走！快走！大家别慌，往外跑！走！快走！小心！警察同志，那个袋子里面有毒！袋子里面小李，赶紧通知生化组和黑盾组，是疏散群众，大家赶紧离开这里。没事了，已经没事了。这是个简易的化学实验装置，里面装有少量的毒气，目前已经全部泄露光，对人体构不成威胁，大家放心好了。这是什么？韩警官，你看。新家。解毒剂。解毒剂？谁投毒还会再送一瓶解毒剂啊？这谁敢用啊？他们无非是想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对新家的死负责。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们。给，拿去化验。辛苦了，徐医生。送过来的粉末经过检验，证实并非有毒物质。药剂中也检验出了几种常见的解毒剂成分，但具体针对什么毒药，还需要进一步鉴定。哎呀，这帮人给我们送了毒药，又送解毒剂，这不是对我们警方赤裸裸的挑衅吗？把有毒物质带进公安局，又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的人弄晕，
字母团这是想告诉我们，只要他们想，随时都可以杀警察。娘的，这帮混蛋！干嘛呢？抓不到贼，别拿我们鉴证科的东西撒气。小姚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对了，锦溪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？白白跟韩晨去调监控录像了，想看看能不能从监控录像里得到什么蛛丝马迹。那你们告诉锦溪，让他注意自身安全。字母团的案子闹得这么大，让他多注意休息。好，放心吧，徐医生，你对白白真的很关心。我们会照顾好他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那就好，我不送你们了。再见，徐医生。中毒的公安局警员和报案市民目前已经苏醒，健康状况良好，正在医院进一步接受观察。根据他们的叙述，案犯是在上午8点钟左右进入公安局，他伪装成报案人员，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放下有毒装置后离开。把8点的监控调出来。好。没错，就是 A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虽然他粘了胡子，戴了帽子，可是他那副样子化成灰我都认得。把公安局附近的监控都调出来。我知道，你们在因为没有更清楚的照片而烦恼。现在我在这里啊，你们看清楚了？还有场更大的游戏要跟你们玩，我等你们哦。这是对我们警察赤裸裸的挑衅。我们跟字母团的战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谁能更细致，谁能更坚韧，谁就能笑到最后。我们绝不能在这个地方认输。我宣布，现在黑盾组进入随时待命状态，大家要保持12万分的精神准备，跟字母团抗争到底。小传，你继续追踪2，去网上搜索，找到他任何的踪迹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冷面、老党，到。你们负责所有情报筛选和过滤，一旦发现有问题，不管是谁，一律先逮捕查问。明白。韩晨、小白。我们2个会仔细研究字母团以往作案的规律，争取在他们下次行动之前找出他们的计划。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只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才不会被他们有机可乘。好，还有，所有基层派出所、警方单位，全都将安全等级提到防恐级别。所有警员加强全市治安的工作，只要把兰市打造的滴水不漏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继续犯罪。是。